21年10月，一档 F1 技术解析节目上播放了这样的一段视频。梅奔赛车在直道上行驶，镜头给到了赛车后部。下一秒，惊人的一幕发生了，只见 W12 的后悬挂突然上台，形变非常明显。随后，屏幕上又给到了红牛赛车的近距离对比，只见 RB16B 的悬挂仅有轻微上台，并呈平缓线性变化。That's what you tend to see on a normal racing car in normal condition, isn't it? 节目后续继续分析了其他赛车的形变状态，发现法拉利 RB 也有类似的非线性突变情况，但都没有梅奔明显。因此当这段视频放出后，梅奔作弊的舆论悄然发酵。彼时土耳其大奖赛刚刚落幕，虽然汉密尔顿被佩雷兹神勇地挡在了领奖台之外，但维斯塔潘竟然怎么都追不上博塔斯，于是就有人猜测是梅奔使用了动态可变悬挂，直道上底盘自动降低可提升赛车极速，弯道中恢复原样，保持抓地力。这样的猜测可以说是毫无根据，但作为直接竞争对手，红牛自然不会放过大做文章的机会。领队霍纳暗指梅奔可能游走在了灰色地带，马尔科直言这个东西带来了15公里每小时的尾速增益。红牛技术部门也向 FIA 提出了技术问询，国际汽联不得不派出技术代表对梅奔进行检查。虽然没有发现液压装置，更没有电控系统，结论是梅奔的悬挂完全合规。可外界舆论已快速升温，到了美国大奖赛，梅奔赛车多次被镜头捕捉悬挂特写，车队在接受采访时也会被重复问及此事。巧的是，美洲赛道的颠簸特性恰好让梅奔不敢将悬挂调得太软，这样一来，原来夸张的形变效果自然就不会出现了。而红牛的赛车特性有天然适配这条赛道，排位赛上维斯塔潘以 0.2 秒的优势绝杀汉密尔顿，取得杆位，打破了梅奔在这里的不败金身。第二天的正赛，汉密尔顿又在最后几圈追到维斯塔潘身后时，受制于轮胎温度始终无法提速，导致屈居亚军。这一系列的巧合让很多人开始相信梅奔一定是受到 FIA 的警告有所收敛，这才输给了红牛。 I think tactical thinking for the coming races. You drink? Is it bullshit? Do you drink during the day? No. You do. 很显然，这一系列针对梅奔的场外动作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波助澜，而作弊悬挂只是他们送给 Toto 的一道开胃前菜。11月初，比赛来到墨西哥城，排位赛上角田的失误影响了维斯塔潘，博塔斯收获杆位，汉密尔顿紧随其后，形势对梅奔有利。赛前战术会议上，梅奔针对性制定策略，重点压制位居第二排的维斯塔潘。可谁也未曾料到，5盏红灯熄灭后，场上的局势彻底失控。就过来了。杆位起步的博塔斯不仅没能守住身后的维斯塔潘，还在发车后遭遇里卡多撞击，直接掉到了队尾，这让汉密尔顿迅速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，根本无力追击。最终维斯塔潘轻松拿下分站冠军，刘爵士则在佩雷兹的疯狂缠斗与持续进攻下艰难守住第二。此役过后，汉密尔顿与维斯塔潘的年度积分差距被拉开到了19分，争冠局势急转直下。而场上的争斗刚结束，场外的 PK 又开始了。赛后情绪濒临失控的托托沃尔夫直言，这种失误本不该发生，我们2台车占据头排发车，却如同门户大开，让维斯塔潘从外道轻松完成超车。矛头直指博塔斯，在围场车队领队公开指责车手非常罕见，红牛阵营迅速抓住机会进行造势。领队霍纳第一时间公开声援博塔斯，明确表示芬兰车手的发车操作合规，是维斯塔潘精准抓住了场上转瞬即逝的机会，并非博塔斯失误所致。维斯塔潘本人更是直言，若博塔斯发车刻意封堵不留行车空间，反而会面临赛会干事的处罚。Toto 将失利责任全部甩给车手，格局狭隘，有失风范。红牛的目的极为明确，借机激化梅奔队内矛盾，挑拨队内关系，利用舆论放大梅奔的内部裂痕，从心理层面瓦解对手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。这一招可谓狠毒且精准。彼时博塔斯早已确定赛季结束离队，在队内本就处于边缘化、心态微妙的状态。如今车队错失冠军的恶果由他独自背锅，承受全网舆论的口诛笔伐，唯一公开力挺他的竟是死对头红牛。这般落差足以让任何一名车手彻底心寒，心态崩塌。但事实上，这场借势发挥的心理博弈并非红牛的原定计划，只不过是沃尔夫的公开誓言给了红牛可乘之机，让他们得以顺势收割舆论，重创梅奔军心。而红牛真正的杀招早已悄然蓄力，锁定在了美洲赛区的最后一站巴西圣保罗。